哟，少奶奶，哟，我和我媳妇儿可是天天念着您的恩呐。快快扶起来，扶起来。您先起来说话。我们见过吗？哎呦，您救过我和我媳妇儿的命啊！我。哦，对，你媳妇儿怎么样？好吗？好着呢。你好吗？好着呢。现在我们种的地啊，是你们家的，刚收了麦子，现在够我们一家人吃1年的了。啊，那你怎么在这儿了呀？哎，我没有其他的嗜好，就是干农活太累，得空就过来抽几口，缓缓神儿，也松和松和。哎，行，不耽误你了，快去忙。好，过几天我和我媳妇啊，一定过东院给您磕头。谢谢少奶奶，你忙你的啊。谢谢。对呀，我们家在北众山脚，还有50亩地呢。没错，我记得还是我去分给灾民们耕种的。就因为分出去了，所以抄家的时候没被抽出来。这50亩我们是免费租出去的，如果我们把它收回来，还能挣点钱。哎，那不是少奶奶吗？她怎么来那么早？哎呦，你是少奶奶啊？怎么能下地干活呢？德叔啊，我们都劝了半天了，少奶奶你去歇着吧，这些活啊我们干就行。哎，你们赶紧的，抢着这几天种完种子，明年我们可以再种一茬。等明年我们这地丰收了，我就自个儿在家熬鸦片，天天啊，想抽多少就抽多少。再也不用去那黑心的烟馆花那冤枉钱喽！老德，我可跟你说清楚啊，我种的罂粟只卖给药店，绝不可以拿来抽。好的，少奶奶，我知道了。哎呦！哎呀！哎呦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摔了一下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啊？哎呦，我这手划破了。哎呀，这么多人呢，这么多人。赵大人，哦，哎呦，找我有事？你可看见我今日下的文告？什么文告？赵某正在倡议，在关中禁种禁吸鸦片。啊？这是朝廷的命令吗？不是，这是赵某自己对鸦片之害深恶痛绝，欲用1年的时间引导民众禁绝关中境内所有的鸦片。也就是说，朝廷并没有明文禁止，一切都是自愿的。可以这么说，但是赵某还是恳请夫人把这些罂粟种子统统去除。赵大人，我们吴家东院几10口人，就指着这50亩地吃饭，你让我不种，那我们吃什么，喝什么呀？改种五谷也可糊口。你看看这周围，种这些的何止我们一家，何止这50亩地？你要禁，先去禁他们呀，何必跟我一个弱女子为难呢？谁呀？谁为难你啊？我不是要以女为难，而是我也下了决定，要将这关中打造成一方净土，
所以务必尽忠尽惜。你真要尽忠尽惜，就先去敬土药税离的布政使大人，再敬抽鸦片的巡抚大人，还有那个开烟馆的道台大人。你跟我一个种药材的老百姓较什么劲儿啊？赵大人，要是没别的事儿，我就先去忙了。干活干活！大人请回吧。啊，怎么说？小姐介意不说话。他们说，老爷没事儿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这大半年都过去了，我们拖了多少人，花了多少钱，得来就2个字：没事儿。那如果真没事儿的话，那人呢？人在哪儿呢？小姐，你别着急，人家说了，老爷的案子还没定论，所以还不能放人。东院的案子都结了那么久了，我爹怎么还没有定论呢？再等等吧。还要等？请。请。请。杜老板，您慢走。杜老板，我是胡咏梅，我爹是胡志存，冒昧拜访，还望见谅。啊，胡小姐，请。啊，给胡小姐沏茶。哎，请坐。哎，胡小姐，你这是？杜老板，求你救救我爹！是谁告诉你我能救你爹？今天我在巡抚衙门门口看见您了，那身着2品官服的巡抚大人都对您毕恭毕敬。我知道你一定有能耐。啊，只要你愿意帮忙，我爹就有希望了。你爹的事儿，我略知道一点。胡小姐，你先回去吧。把这些金子也带回去。杜老板，我会尽力的。杜老板，只要我爹能够平安回家，我胡咏梅愿意做牛做马，全力报答。你先起来吧。我只要答应你了，我一定不会失信。来，起来。杜老板，您的大恩大德，咏梅没齿难忘。你回家等我消息。那我先告辞了。啊，我送你。
胡小姐，其实我们很久之前见过。我不记得了。那我爹的事，就拜托您了。您放心，那你们一路小心。压轿。放。起轿。他已经不记得我了。不记得也好，咱们受那么多苦，不就是为了忘掉过去吗？也对。他为胡志存而来，就成全他一片孝心吧。不过在释放他之前，我得再跟他谈谈。老爷，今天感觉怎么样啊？还疼吗？你说呢？都怪那个女人，要不是因为她，这回咱们吃不了这么大的亏。你还说？要怪，只能怪你自己。你说那宝来是你娘家侄儿，人很可靠，结果呢，却是个卑鄙下流胚，胡乱造谣不说，还害了东院没了后，害得我也成了这样。这也不能怪我呀。他小的时候看着挺老实的。我怎么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呢？那让孙永全绑了王世军的老娘，逼着王世军承认通奸，总是你做的吧？你咋能做出这种事嘛？我这还不是为了3元典当行，说到底。还不是为了你，为了南院吗？那你也不能使出这种手段嘛！你让我咋活人？将来咋去见大哥？我都还没哭，你倒先哭起来了。老爷，既然我如此不堪，那你干脆休了我吧。你以为我没想过？老爷，好了，别哭了。这种事我做不出来，要把你撵出这个家，这个家也就散了。都是我不好。你也是为了我。其实你才是一直被蒙在鼓里的人。赵白石审的时候，你为何要把全部的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呢？我要是不揽在自己身上，那赵白石就要打你。这几十板子下去，我都成了这样，换了你，还能活命啊？
可你这条腿从此就废了。婉儿，为了你，别说一条腿，就是一条命，我也舍得。周英啊，你被冤枉这事儿，我和你四叔对不住你呀。我们俩都被他骗了，现在我们两院都不和他来往了。我没有怪二叔四叔的意思啊。我今天来呢，一是要谢谢大哥和一妹妹，在我被呈堂之际前来相救；二呢，也是要谢谢二叔和四叔，经常照料我娘还有我。这三呢，我也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二叔商量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一段时间来，我最耿耿于怀的就是吴聘的死。二叔，你说究竟谁会对吴聘下毒手？哎呀，吴聘的性子我是最了解，他为人宽厚，处事平和，我还真想不出会有谁会对他下手。是呀，我这想来想去，只剩下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吴聘的存在威胁到了某些人的利益，所以他们必须要把他给除去。他们谁呀？吴聘临死前一直在暗中调查三元典当行。三元典当行？他假说路过，前后几次走进三元典当行，也曾在三元典当行对面的包间里一坐就是一上午，还让王世军拿着砚台去秘密当掉。那他查到了什么？我不知道他查到了什么，我只知道，在这之后的几天，他就死了。而巧合的是，后来南院诬陷我，将我沉塘，害我流产，也都是在我提出要将三元典当行收回来自己经营之后。你是想说，你和吴聘夫妻两人一碰三元典当行就遭遇非命，绝非偶然？那三元典当行东院曾经占股70%，但我听说一年红利最多也就2000两，三叔占股1成，那更加少得可怜。但我知道，在泾阳、西安同等规模的典当行，一年盈利可都是超过10000两银子以上。二叔，如果我的推测是假的，那再好不过了。如果我的推测是真的，那下一步危险的可就是西院，可就是二叔你了。周英，你处心积虑地挑拨我和老三的关系，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很简单。第一，我想知道究竟是谁杀了吴聘；第二，我们东院的股份是这么稀里糊涂就被侵占了，我希望西院不会成为第2个东院。哎，你看，这是我刚刚当完我家青瓷瓶给我的这个当票。你看，我是真没想到我家的青瓷瓶这么值钱。三哥，这玉扳指上回还当了500两，这次怎么只有400两？行吧，你这